准备洗澡的越南姑娘突然看向天空，十几架美军直升机从头顶呼啸而过，姑娘们吓得赶紧提上裤子。她们不知道，这是美军加入越南战争的首次战斗。1965年11月14日，得到情报的美军由摩尔中校带领新型骑兵团的395人分梯队进入到德浪河谷的朱邦山下。正午时分，炮兵率先在降落点周围抛射烟雾弹实施掩护，随后大兵们开始实施激将。当中校从直升机上下来的那一刻开始，美军与北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正式拉开帷幕。从未经历过战争的美国新兵下飞机后，立即手持 XM1611突击步枪向周围乱射，乍一看架势相当有模有样。稍微有点蒙圈的摩尔中校立即招呼大兵停止射击，并命令大兵向降落点扩散开。就在这时，早在队伍最前端的巡逻队突然发现一名越军侦察兵，立功心切的中尉二话不说，赶紧命令士兵追上去，嘴里还不停嚷嚷着要抓活的。后面的大兵想拦都拦不住，但就在这时，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中尉不知所措，他急忙招呼另一名大兵扛起无线电，紧接着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，慌乱中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到，就开始了一阵狂轰滥炸。与此同时，刚搭建的临时防御阵地也遭到围攻，好在骑兵团抓到一名北越侦察兵，经过一番盘问后才摸清敌军的实力。原来他们之前的情报有误，驻扎在此的越军不止一个营，而是整整2000人的正规精锐部队。这下美军算是玩大发了，小试身手成了千里送人头。而另一边的越军充分利用自己瘦小的优势，自由穿梭在地道中，并且从各个角落对美军发起突袭。一时间，美军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此时，深入敌区的巡逻队已然陷入了重重包围，他们只得呼叫美军擅长的炮火支援。M101 105毫米榴弹炮，一时间让冲锋的越军死伤惨重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依旧勇往直前的继续冲锋杀敌。面对美军的炮火压制，越军指挥官立即改变策略，准备用多点作战的方式进攻美军的着陆区，从而切断他们的支援与撤退路线。斗志昂扬的越军大部分手持阿卡47突击步枪，向美军着陆点周围的各个山头袭去。随后赶来的美军直升机一刻也不敢停留，他们要求大兵们直接跳下飞机，立即奔向就近的山头作战。顷刻间，整个河谷打得不可开交，双方士兵在争夺就近山头中死伤惨重。但最终美军凭借着重武器抢先一步占先机，他们立即架起 M60通用机枪，对正在冲锋的越军展开了疯狂的扫射。越南士兵拉开手雷偷袭了美军士兵，1000度的高温足以烧穿人的骨头。为了保命，队友只能将他灼烧的地方割掉。这一幕明显是美国人在黑越南，因为越南人根本造不出白磷弹。美军与越共的第一次军交战就遭到了越南军队的猛烈反击。下午2点27分，双方的指挥官不约而同地确定了下一个战斗地点，就是山谷中的干河床。在对河床的争夺中，大体格的美军抢先越军一步来到这里，立即布置好了防御，对慢了一步的越军发起猛烈射击。随着战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越军很快重新夺回美军降落点周围的山头。面对无所畏惧的越军，中校心中难免产生一丝恐惧感，他们立即命令通讯兵呼叫战机轰炸越军。随后，美军的 UH-1B 武装直升机发动猛烈的空袭，试图在绝对的火力优势下击退越军。在本次的河谷战役中，美军的飞机一共投掷了200吨炸弹，在爆炸区域内，凡是活着的生物进化为灰烬。然而，这并没有能够阻挡住越南军队的进攻，他们已经陆续的冲至直升机降落点，与美军展开了近距离交战。坚守降落点的美军只得被迫拉升航线。然而，越战越勇的越军再次调来整整一个团的兵力，对准美军降落点发起进攻。近在眼前的北越士兵成功击落了一架直升机，冒着滚滚浓烟的直升机瞬间失控，大兵们吓得急忙跳机逃生。负责运输的 UH-1直升机此时已经无法实施降落，最终总部只好命令放弃当前降落地。而中校这边立即命令士兵利用雷管炸出一片紧急降落，但是这里并不是绝对的安全。攻占降落点的越军开始源源不断的进攻，当战斗持续到傍晚，回到基地运送士兵的直升机却迎来了一个特殊的乘客，一名战地记者要跟随去往前线。面对在身边呼啸而过的子弹，战地记者也惶恐的不知所措。不过好在有惊无险，他们安全抵达交战区，而这也是直升机编队今天的最后一次运送。就在飞行员返回基地时，看到机舱内鲜红的血迹，飞行员疲惫地推开千疮百孔的驾驶门。而此时被围困的士兵面对周围如此安静的丛林，他们警惕地呼叫远程照明弹支援。在呼啸而来的照明弹亮起时，北越士兵已经悄悄来到他们面前，他们又重新呼叫远程火炮的支援，再次打退了北越士兵的攻击。可当他们与支援部队取得联系时，受到阻扰的支援部队今晚无法前来营救，被困的大兵只能祈祷可以熬到明天。但是在人海战术面前，美军的火力即便再凶猛也根本抵挡不住。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第2天，美军看着遍地的尸骸，渐渐开始绝望，他们蜷缩在一起，似乎在等待命运的安排。一架美军一天袭者攻击机投掷出凝固汽油弹，顷刻间越军被一片火海掩埋。同时，美军又向他们投掷了200吨白磷弹。没想到越军像老鼠一样躲进隧道，轰炸根本起不到什么效果。
随后越军出动4000人的精锐部队，这是一支敢走过法国人的队伍。现在他们要将入侵的美军全部歼灭。此时美军骑兵团已被打得溃不成军，350人的队伍还能战斗的已经所剩不多。就连战地摄影师都被迫拿起武器，他们背靠背相互掩护射击。可这时一颗手榴弹扔了过来，越军打了鸡血一样发起冲刺，近距离的作战让美军的远程榴弹炮也完全失去作用。这样打下去，美军很快就要全军覆没。危机时刻，中校向总部发出求救信号，启动了代号为断剑的恐怖行动。美军基地出动了所有轰炸机，再次朝着越共山谷投掷了大量凝固汽油弹。持续1000度的高温能瞬间吞噬一切生物，这种毁灭性的武器在国际上是明令禁止，但美军用起来比谁都狠，甚至连自己人都没有放过。美军惨绝人寰的轰炸过后，瓦解了越军的进攻，双方能战斗的士兵都所剩不多。中校带头装上刺刀，向越军发起最后的冲刺。越军也同样架起机枪，等着收拾美国佬。就在双方拼死一战之时，美军直升机前来增援，倾泻而出的子弹打得越军毫无还手之力。中校来到巡逻队被围困的位置，仅有一名利用树叶躲藏起来的士兵幸免于难。此时中校已然知道，他带领的整个营已经回不去了。这时总部让中校明天一早乘坐第1趟直升机撤出战场，这是要彻底放弃阵地和英勇奋战的士兵。但是作为一名营长，怎么可以放弃自己的大兵苟且偷生？他最终召集所有能够作战的士兵，主动的向越军发起进攻。而另一边的越军也准备收割掉这最后一股美军。至此，4000人的越军精锐部队全部阵亡，最终美军共阵亡234人，受伤245人。美军宣称击毙1037名越军，而越军则记录是阵亡554人，受伤669人。对方都宣称自己赢得了胜利。值得强调的是，此次战役是美军和北越正规军第一次作战，而直升机机降作战理论经过此次实战检验，被证明完全可行。这也成为此后美军的法宝。对于越军来说，他们认识到了装备与火力的差距，不是人数可以弥补的。此后越军也转向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，这才是美军噩梦的起点。